你知道吗？早些年家家户户厨房台面上摆的都是一小罐凝白的猪油，妈妈掀开锅盖那一下，油香混着饭香，整个屋子都是暖的。一勺猪油拌进白饭里，滋滋响一声，那种香气到现在都忘不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那个年代很少听说谁心脏出问题，谁中风倒下，反倒是这几十年，超市货架摆满零胆固醇、清爽不腻的沙拉油，专家一个接一个劝大家把猪油罐子扔掉，连蛋黄都要挑出来不吃，生怕多吃一口油血管就堵。结果呢，这几十年下来，心血管疾病人数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多，发病年纪也越来越年轻，40几岁中风已经不稀奇。与此同时，各种保护心脏的偏方补品照样卖得火热，说猪油有多毒，补品有多神。可这些说法从来没有一个经得起检验，真正该担心的敌人，反而从来没人告诉过你。这不是巧合，猪油背了健康杀手的骂名好几十年，但真相很可能完全相反。我在内科看诊将近20年，也曾在心脏血管科待过一段时间，后来长期在社区诊所接触的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病人。这些年下来，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值得跟你分享。很多人一辈子滴油不沾，连鸡蛋都只吃蛋白，血管却还是越来越硬。我记得诊间来过一位吴先生，68岁，退休前在机关做事，年轻时就听信建议几十年不碰猪油，炒菜全换成沙拉油，连过年都不敢多加一口肥肉，家人朋友都夸他是养生模范生。去年的健康检查，血管超音波却照出他的血管壁明显变厚变硬，连他自己都愣住了。他坐在我面前困惑地问，医师，我已经这么小心了，为什么血管还会变成这样？那一刻我才明白，这不只是吴先生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我们整整一代人可能都被错误的观念带偏了方向。这样的病人这些年我遇到的真的不止一位，血脂漂亮却血管早已变硬的长辈，油吃的极少血糖却照样失控的长辈，一个接一个坐到我面前。每次看着这些报告，我都会想，我们到底是从哪一步搞错了方向？今天这一集，我会把3件事一次讲清楚。第一，猪油真正的成分和你长久以来想的完全不一样。第二，胆固醇到底是不是心血管疾病真正的凶手？第三，真正天天在背后伤害你血管的，其实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另一种油。这3件事今天全部讲给你听，一个都不漏掉。如果你想继续收到这类健康内容，现在可以先按一下订阅，之后更新才不会错过。很多人一听到猪油2个字，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饱和、危险这些字眼，以为猪油饱和脂肪高吃下去就会直接堵住血管，是心脏病的头号凶手。但其实猪油的脂肪酸组成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单一，饱和脂肪大约只占40%左右，另外将近一半是一种叫油酸的成分。油酸正是橄榄油里最被推崇的关键成分，地中海饮食之所以被称赞对心血管好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油酸含量高。猪油和橄榄油在这一点上其实相当接近，而且猪油里还含有不少脂溶性维生素，特别是帮助维持骨骼健康的那一种，是天然食物里比较少见的来源。再说血液里的胆固醇，大部分其实是肝脏自己合成的，从食物吃进去的比例并不高，这是身体一套很精密的调节机制。你从食物摄取的胆固醇多，肝脏就自动少合成一点，你吃的很少，肝脏反而会加班加点自己合成，并不会因为你完全不吃就消失。如果一直执着于少吃油，肝脏反而会合成更多胆固醇，身体需要的脂溶性维生素也会跟着吸收不良。我认识一位住在新北的林小姐，56岁，10几年来滴油不沾，坚果蛋黄一口都不碰，亲戚朋友都夸她意志力惊人。原本以为这样最安全，结果去年健康检查，骨质密度和血脂数值反而比同龄朋友差了一截，连医师都觉得意外。他忍不住问，是不是以后可以放心吃一点猪油了？医师告诉他，关键从来不是完全不吃，而是吃对分量和种类，适量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质，身体才能真正吸收到需要的营养。林小姐后来说，以前逢人就说自己滴油不沾最健康，现在反倒提醒身边人，油不是敌人，吃错种类才是真正的问题。所以猪油饱和脂肪高就一定会堵血管，这个说法并不正确。很多人也以为超市里标榜零胆固醇、清爽不腻的沙拉油一定比传统猪油更健康更安心，包装上印着轻盈、健康这些字眼，
看起来特别让人放心。可这些精致植物油大多从黄豆、玉米这类原料提炼出来，要经过高温和化学溶剂萃取，还得脱胶、脱酸、脱色、脱臭一连串处理，层层加工之后，天然的营养成分早就所剩无几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类油脂含有大量性质不稳定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一遇到高温快炒或反复加热就很容易氧化，产生自由基和有害物质，厨房里的油烟味都会跟着变重。这些氧化的油脂吃进身体，会直接刺激血管内壁，引发慢性发炎反应，这才是伤害血管真正的起点。而且这个过程不会立刻让人不舒服，往往要经过好几年，血管内壁一点一点累积伤害，等出现症状通常已经不轻。我遇过一位住在高雄的陈先生，63岁，为了健康把家里的油全换成大豆油，每天大火快炒，觉得这样才叫真正养生。没想到几年后检查发现发炎指数偏高，血管弹性也明显变差，他自己都觉得很意外。医师建议他减少高温快炒的频率，换用比较稳定的油品，也提醒他两种必需脂肪酸的比例早就严重失衡，摄取过多某一类反而会助长发炎。陈先生这才发现自己天天吃的加工食品里也藏着大量同一类的油脂，所以标榜零胆固醇的沙拉油一定比较健康，这个说法同样并不正确。还有一种很常见的想法，觉得年纪大了血管本来就会慢慢变硬，这是正常老化，不用太在意。其实血管硬化的速度和长期饮食内容有很大关系，并不是单纯年纪一到就一定会发生的必然结果。如果放任慢性发炎持续累积，血管硬化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，中风和心肌梗塞的风险也会提早报道。同样是70岁的长辈，有人血管弹性还很好，有人却已经严重堵塞，差别往往不在年纪，而在几十年来的饮食习惯。我认识一位住在高雄的徐女士，69岁，一直觉得血管硬一点是正常的，偶尔胸口闷闷的也没放在心上。直到有一次她在市场买菜，突然胸闷冒冷汗，被邻居紧急送医，才发现血管已经严重堵塞，还好抢救得早。医师事后告诉她，如果早几年注意饮食和用油习惯，情况绝对不会演变得这么危险。出院之后，徐女士整个人都变了，开始注意平常用的油。她常跟邻居说，早知道血管硬化不是天注定，一定会更早调整，不会拖到差点出事才后悔。所以年纪大了血管硬化是正常现象，不用在意。这个说法同样是不正确的。其实从50岁开始，血管就已经默默发炎好几年了，只是身体还没发出明显警讯，你完全察觉不到。年轻时血管内壁受到一点小伤害，身体能很快修复，不会留下痕迹。可是过了50岁之后，修复的速度渐渐跟不上损伤的速度。如果饮食里长期充满反复高温加热的氧化油脂和精制糖分，发炎反应就会一年一年累积下来。这个过程很安静，不会痛，也不会立刻有感觉，甚至连健康检查的例行项目都不一定能完全反映出来。尤其是那些反复进出身体的氧化油脂，一次又一次刺激血管内壁，发炎就像慢火在烧，一天一天累积，很难靠感觉察觉。根据卫生部门的资料，心脏疾病长期高居国人10大死因第2位，仅次于癌症。而在45岁以上的族群里，癌症和心脏疾病更是死亡人数最多的前2大原因。这正是我们这一代和长辈共同面对的处境。血管发炎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这些年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结果。在真正出事之前，身体其实早就发出过讯号，只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或者把这些讯号当成单纯的老化来看待。有一种很常见的信号是爬楼梯或走快一点就容易喘，胸口闷闷的要休息一下才会缓解。这是因为血管内壁发炎弹性变差，心脏要花更多力气才能把血液送到全身，稍微用力就容易喘不过气，心跳也跟着加快。我遇过一位住在台北的赖女士，62岁，以前爬3层楼完全不喘，最近半年却常常爬到一半就得停下来喘气，还会冒冷汗。她一直以为只是老化现象，直到胸闷严重被送去急诊，才发现血管已经明显堵塞，差一点演变成更严重的问题。另一个常见信号是手脚容易冰冷或发麻，特别是天冷时指尖脚趾特别明显，这代表末梢血管循环已经开始受到影响，血液不容易送到最远的地方，末梢组织自然容易缺血发冷。
我认识一位住在新竹的邱女士，65岁，这2年冬天特别怕冷，穿厚袜子脚趾还是冰的，晚上常因为脚冷睡不好，没想到检查发现下肢血管已经有轻微堵塞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信号是伤口愈合变慢，以前小伤口几天就结痂，现在却要拖上一阵子，甚至反复红肿，这跟血液循环变差有关，养分和修复细胞没办法顺利送到受伤的地方。我遇过一位住在台中的郑先生，61岁，做木工割伤手指，以前1星期就好，这次却拖了快1个月。一开始以为是免疫力差，后来检查才发现问题出在血管循环。再来一个信号是容易疲倦，注意力不集中，睡眠时间没变，精神却大不如前，常常要靠浓茶咖啡硬撑，这是脑部血流量减少的早期表现。我遇过一位住在桃园的肖先生，67岁，退休前是公务员，这1年常觉得脑袋昏沉，讲到一半常忘记要说什么。家人一开始以为只是老化，后来检查才发现血管已经明显硬化。最后一个信号是突然站起来容易头晕，眼前发黑，要扶着东西才能缓过来，这是因为血管弹性变差，没办法快速调节姿势改变时的血压变化。有一位住在台南的江女士，58岁，这半年只要蹲久了站起来就天旋地转，必须扶墙等几秒才能继续走，直到差点在浴室跌倒才被家人带去检查，发现血管弹性已经比同龄人差了不少。如果你也有其中几项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这时候有人可能会说，我血脂检查报告都正常，应该不用担心血管的问题吧？其实血脂数值正常不代表血管没有发炎，因为发炎反应和血脂高低是2件不完全相同的事。血脂检查看的是血液里油脂和胆固醇的浓度，但血管内壁有没有发炎，有没有正在形成斑块，需要更进一步的检查才看得出来。有些人数字看起来漂亮，血管内壁却已经处在慢性发炎状态，单看一项数字很容易低估真正的风险，这也是很多人检查报告正常，血管却早已悄悄堵塞的原因。也有人会说，我平常吃得很清淡，应该不会有这些问题。其实清淡不等于健康，如果长期用高温反复加热的精制植物油来烹调，就算分量吃得再少，血管一样会持续受到氧化压力的伤害，发炎反应照样一天一天累积。有些人早餐清粥小菜，晚餐分量也控制得刚刚好，看起来很养生，但如果用的一直是同一锅反复加热的沙拉油，伤害其实从来没有停过。真正该注意的不只是吃了多少油，而是吃的是哪一种油，还有用什么方式烹调。知道了问题出在哪里，接下来分享几个真正能保护血管的做法。这些做法都不困难，也不需要花大钱，重点是愿不愿意从今天开始一点一点调整。先从选对用油开始，这件事听起来简单，却是很多长辈一辈子都搞错的关键。高温快炒油炸这类烹调，尽量选择性质稳定不容易氧化的油，像传统猪油或柴油这类饱和度比较高的油品，在高温下比较不容易变质。标榜清爽的精致植物油比较适合凉拌或低温烹调，绝对不要拿来高温油炸，更不要把炸过的油留着反复回锅用，每加热一次都在累积更多氧化物质。我认识一位住在台南的谢先生，70岁，以前家里一锅油炸完东西滤一滤又继续用，一锅能用好几个月，觉得省又不浪费。后来改用猪油高温快炒，凉拌采用清爽的油，用过的油不再重复回锅，半年后回诊，发炎指数明显下降，血管弹性也进步不少，连家人都说他气色变好了。小提醒是，油炸过的油最多重复用1-2次，颜色变深有异味就整锅换掉，分量抓够一餐用量就好。现在超市和传统市场都买得到品质不错的猪油，自己在家炼1小罐其实比想象中简单。接着是减少精制糖分和精制淀粉的摄取，搭配足够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质。胰岛素分泌过高的时候，身体会把脂肪整批储存起来，如果同时又摄取大量精制糖分，不管吃的是什么油，都容易变成腹部和内脏脂肪，血管一样会跟着遭殃。我认识一位住在新竹的肖女士，59岁，以前早餐配含糖豆浆白吐司，晚餐也是满满一大碗白饭，零食柜总放着饼干糖果。后来她把白饭换成一半糙米，豆浆改无糖，蔬菜分量增加1倍，零食慢慢换成坚果水果。3个月后，血糖和三酸甘油脂都往正常范围靠近，腰围也小了1圈。
他自己都说没想到不用挨饿就有这么明显的变化。小提醒是从每餐白饭减1/3开始，含糖饮料从每天1杯减到1周1-2杯，循序渐进，不需要一次到位。另外也要补充鱼类和坚果里的优质脂肪酸，帮助身体降低慢性发炎反应。深海鱼类像青鱼、秋刀鱼，还有亚麻仁籽、核桃这类食材都含有能帮助平衡发炎反应的脂肪酸，可以弥补现代饮食里长期偏重的另一类油脂，让身体的发炎和抗发炎机制重新找回平衡。国内外多项研究也指出，类似地中海饮食这种形态，搭配优质油脂、大量蔬菜和适量鱼类，对心血管健康有明显的保护效果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长寿地区的饮食都离不开新鲜鱼类和天然油脂。我认识一位住在花莲的江先生，71岁，以前几乎不吃鱼，餐桌上多是加工肉品，偶尔还配地下电台推荐的保健食品。后来每周固定安排2到3次鱼类餐点，慢慢不再依赖来路不明的补品，半年后回诊发炎指数和血管弹性都明显改善。小提醒是不需要天天吃鱼，1周2到3次，分量约1个手掌大小，料理尽量清蒸水煮，避免高温油炸。最后是养成规律快走的习惯，帮助血管维持弹性和循环。运动的时候，血管内壁会分泌一种物质，帮助血管放松维持弹性。长期规律运动的人，血管硬化速度明显比较慢，连带心肺功能也会跟着进步。我认识一位住在台北的周女士，66岁，退休后几乎每天待在家里，很少走动。儿女常劝她出去走走，她总说膝盖不好，懒得动。后来被检查出血管弹性偏差，吓了一跳。她从每天散步10分钟开始，慢慢拉长到快走30分钟，还找了社区邻居一起走，互相督促。1年后回诊，血管状况明显进步许多。小提醒是不需要一开始就走很久，从10分钟开始，循序渐进增加。膝盖不舒服的话，可以先从平地散步开始。这几个方法选对用油，减少精制糖，补充优质脂肪酸，再加上规律运动，搭配起来一起做，效果会比单靠一项好上许多。不需要同时全部做到，可以先从最容易的一项开始，比如先把家里的回锅油换掉，等习惯了再往下一项调整。血管健康不是一天造成的，当然也不会一天就改善，但只要方向对了，持续做下去，身体一定会慢慢给你回应，而不是像地下电台那些神奇偏方讲的天花乱坠，却经不起时间检验。今天整理了3个重点给你，希望你不只是听过就算，而是真的能带回家用得上。猪油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，饱和脂肪只占其中一部分，里面还有跟橄榄油很接近的优质成分，单纯因为饱和脂肪含量高就完全拒绝，反而可能让身体少了不少需要的营养，连带影响骨骼和免疫系统的健康。血液里的胆固醇大部分是肝脏自己合成的，不是你吃进去多少就决定多少，一味少吃油，肝脏反而会加班合成更多，效果常常适得其反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吃得很清淡，胆固醇数值却还是降不下来。真正在背后伤害血管的是长期高温反复加热的精制植物油，还有吃过量的精制糖分。这2样东西默默累积出来的慢性发炎，才是这些年心血管疾病越来越年轻化的关键，不是单纯吃了多少猪油可以解释的。这3个重点其实也回应了开头提到的问题。以前的年代很少人得心脏病，不是因为猪油特别安全，而是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么多反复回锅的油和过量的精制食品。看完这一集，如果你决定要开始调整用油习惯，欢迎在留言区留下你想先做的那一项。选对用油，少精制糖，补充鱼类优质脂肪酸，还是开始每天快走，你想先从哪一个开始都可以打在留言区让我看看，我会一一看过大家的回复，也会挑几则常见的问题在之后的影片里特别回复。除了留言，还有一件事可能比留言更重要。我遇过太多长辈，血管出问题之前，身体其实早就发出过讯号，爬楼梯会喘，手脚容易冰冷，伤口愈合变慢，容易疲倦，或者突然站起来会头晕，只是家人都没特别注意，或者以为这些都只是正常老化，拖了好几年才发现问题已经不小。住在台北的一位小姐今年40岁，平常工作忙，很少跟妈妈聊健康话题。她把这一集影片传给住在苗栗67岁的妈妈，只传了一句话：妈，你看看这个。妈妈本来觉得自己身体硬朗，不用大惊小怪，每天还是照习惯把回锅油继续用。但看完影片，她想起自己这半年爬楼梯特别喘，
本来以为只是年纪到了，才主动预约健康检查，结果发现血管已有轻微硬化，还好发现得早。调整用油习惯后半年回诊数值明显改善。这位小姐后来说，如果不是随手传的这支影片，妈妈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血管已经悄悄亮起警讯。以前总觉得跟妈妈聊健康很尴尬，讲多了会被觉得念，但一支影片反而让妈妈自己主动正视。把这支影片传给你关心的人，不需要长篇大论，一句话就够了，一个转发就能让身边人早一步发现问题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还有任何疑问，不管是关于选油、饮食调整，还是家人最近出现的一些小状况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尽量抽时间回复，特别是比较多人共同关心的问题。还没订阅的朋友，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，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陆续分享的内容。每一集我们都会用同样仔细的方式，把有根据的健康知识讲给你听，而不是道听途说的偏方。谢谢你陪我看到这里，我们下一集见。